日本人到底为什么那么长寿？你可能会说，哎呀，不就是吃鱼吃得多嘛，不就是生活压力小嘛？错，大错特错。日本人的工作压力全球前3，加班文化举世闻名，每年过劳死的新闻从没断过。他们抽烟喝酒的比例也不低，东京街头深夜11点，居酒屋里永远坐满了喝到脸红脖子粗的上班族。可就是这样一个压力山大、烟酒不离手的国家，人均寿命却常年霸占全球前3，女性平均活到87岁，男性也轻松突破81岁。更离谱的是，你去日本街头看看那些60、70岁的老太太、老大爷，皮肤紧致，眼神清亮，走路带风，你说他45岁我都信。这到底是什么妖术？科学家们翻遍了日本人的饮食结构、基因密码、生活习惯、肠道菌群，最后发现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关键因素，不是维生素 C， 不是胶原蛋白，不是什么神秘的纳豆激酶，而是一种你可能听都没听过的微量元素——锌。没错，就是元素周期表上排第30号，原子量 65.38 的那个锌。你可能觉得锌那不是补肾的吗？拜托，那是广告骗你的。真正的锌远比你想象的强大10000倍，它几乎参与了人体300多种酶的运作，从你的免疫系统到 DNA 修复，从你的皮肤再生到大脑神经传导，锌无处不在。而日本人恰恰就是全球最会吃锌的民族。接下来我们就从头到尾彻底扒开这个长寿密码。我会告诉你，锌到底在人体里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日本人是怎么不知不觉把锌吃成习惯的，以及最关键的，哪4种食物你从明天就可以开始天天吃，让你的身体年龄倒退20年。这不是夸张，这是有论文的。先说第一个问题，锌这东西到底有多重要？2013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营养学团队做了一个让整个学术界震动的实验。他们找来2组老年人，年龄都在65到80岁之间，身体状况差不多。一组每天补充15毫克的锌，另一组吃安慰剂。6个月后，补锌组的感染率下降了 66%。你没听错， 66%。感冒少了，肺炎少了，连肠胃炎都几乎消失。而安慰剂组呢，该怎么生病还怎么生病。研究者的结论非常直白，老年人免疫力下降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体内锌的流失。为什么？因为锌是你免疫系统的总指挥，你体内有一支庞大的免疫军队， T 细胞是主力部队，负责精准打击入侵的病毒和细菌。而 T 细胞从骨髓里的干细胞变成真正能打仗的战士，必须经过胸腺这个训练基地。问题来了，胸腺这个器官从你20岁开始就在萎缩，到60岁的时候已经缩成一小团脂肪，几乎丧失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感染，特别容易得肺炎，一场流感就可能要命。但是锌来了，锌就像胸腺的充电宝，它能延缓胸腺萎缩的速度，让 T 细胞的生产线多运转几十年。不仅如此，锌还能直接激活另一支免疫部队，自然杀手细胞。这些杀手细胞不需要训练，见到异常细胞就杀，癌细胞也不例外。2017年，日本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追踪了超过4万名受试者长达15年，发现血液中锌含量较高的人群，罹患癌症的风险降低了 25% 以上。 25%， 这可不是吃什么灵芝虫草能做到的事。好，免疫力搞定了，但长寿光靠不生病还不够。日本人看起来年轻的秘密，其实藏在另一个更深层的机制里——抗氧化。你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老？为什么皮肤会松弛，头发会变白，器官会衰退？答案是自由基。你每呼吸一口气，身体利用氧气产生能量的同时，就会制造出一堆叫做自由基的副产物。这些自由基就像体内的小流氓，到处攻击你的细胞膜、你的 DNA、你的蛋白质。年轻的时候，身体有足够的抗氧化酶来收拾这些流氓，但随着年龄增长，抗氧化酶越来越少，自由基越来越猖獗，于是你就开始老了。皱纹、色斑、动脉硬化、阿兹海默症，本质上都是自由基在搞鬼。而锌恰恰是人体最重要的抗氧化防线之一，
它是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酶专门负责把最毒的超氧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的水和氧气。没有锌，这条防线就垮了。2015年，德国埃尔兰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重量级论文。他们发现锌缺乏会导致细胞端粒加速缩短。端粒是什么？端粒就是你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每次细胞分裂，端粒就短一截，短到一定程度，细胞就死了。端粒越长，细胞能分裂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年轻。而锌缺乏直接加速端粒缩短，等于给你的生物钟按了快进键。反过来，充足的锌能保护端粒，延缓细胞衰老。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日本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他们的细胞在锌的保护下分裂得更慢，损伤修复得更快，皮肤里的胶原蛋白降解得更少。你去看那些冲绳的100岁老人，皮肤虽然有皱纹，但弹性还在，不是那种干巴巴塌下去的老化，而是有光泽有水分的自然纹理。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锌这么好，那我直接去药房买一瓶锌片猛吃不就完了？千万别，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锌是一种微量元素，注意，微量，成年男性每天需要大约11毫克，女性大约8毫克，上限是40毫克。超过这个量，不但不补，反而有毒。过量的锌会干扰铜的吸收，导致贫血，会破坏免疫平衡，反而让你更容易生病，甚至会损伤神经系统。2009年，美国曾有一款含锌鼻喷剂被紧急下架，因为使用者出现了永久性嗅觉丧失。所以补锌这件事，剂量就是一切。而日本人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根本不靠补剂，他们的日常饮食结构天然就是一个精准的锌输送系统，不多不少，刚刚好。这才是真正的长寿智慧，不是猛灌保健品，而是让食物成为你的药。那么日本人到底靠哪些食物吃到了这个黄金剂量的锌？经过对日本国民健康营养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冲绳长寿村、京都老字号餐饮、大阪渔港饮食文化的交叉比对，我们锁定了4种食物。这4种食物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出现频率极高，而且锌含量惊人，搭配合理，吸收率极佳。第一种食物，牡蛎，没有任何悬念，牡蛎就是地球上锌含量最高的天然食物，没有之一。每100克生牡蛎含锌高达78毫克，这个数字是牛肉的10倍，是鸡蛋的50倍。你随便吃2-3颗中等大小的牡蛎，一天的锌就够了，绰绰有余。日本人吃牡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绳文时代，那是距今1万多年前。考古学家在日本沿海的贝冢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牡蛎壳堆积，说明我们的日本祖先早在文明萌芽之初就已经把牡蛎当成主食之一了。到了现代，日本是全球牡蛎养殖和消费大国之一，广岛县一个地方就占了日本牡蛎产量的 60% 以上。冬天的广岛街头，烤牡蛎的香味飘得满城都是，当地人3天2头就来上一盘。但牡蛎的好处远不止锌，它还富含维生素 B12， 这是神经系统的保护神，缺乏 B12 会导致记忆力衰退、手脚麻木，甚至痴呆。牡蛎里还有大量的牛磺酸，这东西能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日本人喝酒后特别喜欢来碗牡蛎味噌汤解酒，不是没有道理的。更厉害的是，牡蛎含有丰富的 DHA 和 EPA， 也就是 Omega 3脂肪酸，这是大脑和心血管的顶级燃料。2018年，日本广岛大学联合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做了一项联合研究，追踪了广岛地区5000多名定期食用牡蛎的居民，长达10年。结果发现，每周至少食用2次牡蛎的人群，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比不吃的人低了 34%， 认知功能退化速度也明显减慢。研究者特别指出，这种保护效应不能单纯用 Omega 3来解释，锌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你可能会说，牡蛎在我们这里也不便宜啊，天天吃谁受得了？别急，接下来的3种食物便宜得让你惊讶。第2种食物，纳豆，对，就是那个黏黏糊糊、拉丝拉的老肠，闻起来让很多外国人皱眉头的纳豆，日本人早餐的国民食物。便利商店里3盒装只要几十日元的纳豆，
你可能觉得这东西跟锌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每100克纳豆含锌大约3毫克，你可能一看才3毫克，跟牡蛎比差远了吧？但你要知道，纳豆的吃法是每天吃，而且纳豆中的锌吸收率远高于其他植物性食物。这是因为大豆在发酵成纳豆的过程中，里面的植酸被大幅分解了。植酸是什么？它是谷物和豆类中天然存在的抗营养因子，会死死抓住锌不放，让你的肠道无法吸收。一般的豆腐、豆浆里面的植酸含量很高，所以即使大豆本身含锌不少，你真正能吸收的其实很有限。但纳豆经过枯草杆菌的发酵，植酸被分解了 60% 以上，锌的生物利用度大幅提升。但这还不是纳豆最厉害的地方。纳豆之所以被日本人奉为长寿圣品，核心在于它产生的一种独特酵素。纳豆激酶这种酵素能够溶解血栓，你没听错，它能直接分解血管里已经形成的血凝块。2015年，日本昌夫艺术科学大学的须见洋行教授发表了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长期食用纳豆的人群，脑中风和心肌梗塞的发病率显著低于不吃纳豆的人群。尤其在日本东北地区，那里冬天漫长寒冷，血管收缩严重。按理说心脑血管疾病应该高发，但当地因为有早餐吃纳豆的传统，发病率反而不算高。而且纳豆里还有一种叫做维生素 K2 的成分，这东西能帮助钙质沉积到骨骼里，防止钙跑到血管壁上去形成钙化斑块，骨质疏松和动脉钙化。老年人最怕的2件事，纳豆一个食物同时对付，加上前面说的锌带来的免疫力和抗氧化效果，你说日本人天天吃这东西能不长寿吗？一盒纳豆大约40到50克，每天早餐来一盒，配上白饭和味噌汤，锌也有了， K2 也有了，纳豆激酶也有了，益生菌也有了，成本不到10块台币，这大概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长寿早餐了。第3种食物，虾。日本四面环海，海鲜消费量全球名列前茅，而虾在其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从天妇罗到寿司，从拉面配料到便当装饰，虾几乎无处不在。日本人每年人均消费虾类超过2公斤，在全球排名前5。每100克虾肉含锌大约 1.5 到2毫克，看起来不算特别高，但虾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极低脂肪、极高蛋白的食物。而且它所含的锌是动物性，锌吸收率远高于植物性来源。人体对动物性食物中锌的吸收率可以达到 40% 到 50%， 而植物性的通常只有 15% 到 25%。所以别看虾的锌含量数字不高，实际进入你血液的量可不少。但虾最让科学家兴奋的是另一个成分，虾青素。虾青素是一种超强的类胡萝卜素抗氧化剂，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是维生素 C 的6000倍。没错，6000倍。这个数字不是我瞎说的，是2011年日本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的实验数据。虾青素能穿透血脑屏障，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保护你的大脑细胞不被自由基攻击。大多数抗氧化剂都被血脑屏障挡在外面，进不了大脑，所以你吃再多维生素 C 也保护不了脑细胞。但虾青素可以，它还能穿透视网膜屏障，保护你的眼睛。日本是全球老花眼和黄斑病变发病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之一。很多眼科专家认为，这跟日本人大量摄入虾类和鲑鱼中的虾青素有直接关系。现在把锌和虾青素放在一起想想，锌负责维持你的免疫系统和细胞修复机制正常运转，虾青素负责在第一线挡住自由基的攻击。这就像你的城堡既有坚固的城墙，又有精锐的守军，双管齐下，你的细胞自然老得慢。而且虾还有一个隐藏优势，它富含硒，硒是另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核心成分。这种酶专门清除过氧化氢类自由基，锌和硒搭配在一起，就像免疫系统的左右护法，一个管生产免疫细胞，一个管清除氧化垃圾。日本人吃虾的时候常常连壳一起炸一起啃，虾壳里的几丁质还能促进肠道健康，增加益生菌数量。你看，一只小小的虾，锌、虾青素、硒、高蛋白，
几丁质、5重功效全给你安排上了。第4种食物可能是最让你意想不到的芝麻，对，就是那个撒在饭团上面的黑芝麻、白芝麻。日本料理里芝麻的出场频率高到你难以置信，拌菜要撒芝麻，烤肉要蘸芝麻酱，荞麦面的蘸汁里有芝麻，连甜点都有芝麻，冰淇淋芝麻、团子芝麻、布丁。日本超市里芝麻的种类多到让你眼花缭乱，白芝麻、黑芝麻、金芝麻、炒芝麻、磨芝麻、芝麻盐、芝麻油，起码几十种。每100克芝麻含锌大约7到8毫克，在植物性食物中名列前茅。虽然芝麻中也含有一定量的植酸，但日本人吃芝麻有个非常聪明的习惯，磨碎了吃。你去日本的定食店，桌上永远有一个小石磨，里面放着炒过的芝麻，你自己动手磨。为什么要磨？因为整粒芝麻太小太硬，你嚼都嚼不碎，大部分会整粒排出体外，里面的营养根本吸收不了。磨碎之后，芝麻的细胞壁被打破，里面的锌、钙、镁、维生素 E、芝麻素全部释放出来，吸收率提高好几倍。说到芝麻素，这又是一个宝贝。芝麻素是芝麻独有的木酚素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抗氧化和保肝作用。2016年，日本三得利公司赞助了一项大规模临床试验，发现每天摄入10毫克芝麻素的受试者，肝功能指标明显改善，睡眠品质提升，白天的疲劳感也大幅减轻。日本上班族压力那么大，加班那么多，但肝病发生率却没有像你预想的那么高。芝麻素可能就是一个被忽略的保护因素。更有意思的是，芝麻和锌在皮肤上的协同效应。锌本身就是皮肤修复不可或缺的元素，它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促进伤口愈合，调节皮脂分泌。缺锌的人特别容易长痘痘，皮肤粗糙，伤口难愈合。而芝麻里的维生素 E 是脂溶性抗氧化剂，专门保护细胞膜中的脂肪酸不被氧化。细胞膜是什么？它就是每个细胞外面那层油做的保护膜。细胞膜一氧化，细胞就漏了，水分流失，皮肤就松了。锌从内部修复细胞，维生素 E 从外部保护细胞膜，两者搭配，你的皮肤想不好都难。日本女性的皮肤保养之道，全世界公认名列前茅。你以为全靠那些贵得离谱的护肤品，其实从小到大每天吃的那些芝麻，默默地在体内打了几十年的抗氧化持久战，这才是真正的底层逻辑。好了，4种食物说完了，牡蛎、纳豆、虾、芝麻，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它们全都是日本人日常饮食中最普通、最常见的食材，不是什么珍稀补品，不是什么天价药膳。牡蛎是渔港边随处可买的平价海鲜，纳豆是便利商店里最便宜的早餐，虾是每个日本家庭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芝麻更是撒在任何料理上的万能调味料。日本人的长寿密码就这么明晃晃地摆在他们的餐桌上，朴素到你看都不想多看一眼。但科学就是这么残酷又这么美好，它告诉你，真正有用的东西往往就在你身边，而那些包装华丽、价格高昂、号称能让你返老还童的保健品，很多连一篇像样的临床试验都拿不出来。接下来我想更深入地聊聊，为什么偏偏是日本人的饮食结构能如此完美地把锌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因为光吃含锌的食物还不够，你还得考虑吸收率的问题。我前面提到了植酸会阻碍锌的吸收，这是第一个敌人。第二个敌人是钙，没错，高钙饮食会跟锌竞争吸收通道，所以那些一边猛灌牛奶一边想补锌的人，效率其实大打折扣。第三个敌人是酒精，长期饮酒会第四个敌人是精致碳水化合物，白糖、白面包、精致米饭，这些高 GI 食物会导致胰岛素飙升，而胰岛素代谢过程中需要大量消耗锌。现在你在看日本人的饮食，简直就是为了最大化锌吸收而设计的。第一，日本人虽然也喝牛奶，但远不像欧美人那样把牛奶当水灌，他们的钙主要来源是小鱼干、海藻和豆腐，这些食物的钙含量适中，不会过度竞争锌的吸收。第二，日本人吃的米饭虽然也是精致白米，但他们的分量控制极好，而且经常会混入杂粮、紫米、糙米，降低整体的升糖指数。第三，
日本料理的烹饪方式以生食、蒸煮、清炒为主，极少出现西方那种重油重糖的加工方式，所以食物中的锌在烹饪过程中损失极少。第四，也是最关键的，日本饮食中大量的发酵食品、纳豆、味噌、酱油、渍、雾、醋，这些发酵过程不仅分解了植酸，还产生了大量的有机酸和益生菌。有机酸能与锌形成可溶性复合物，帮助锌在肠道中被更高效的吸收。2019年，东京大学农学部的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实验，他们把同样含锌量的大豆制品分成3组，未发酵的豆浆、轻度发酵的豆腐乳和深度发酵的纳豆分别喂给实验鼠，结果发现纳豆组的锌吸收率是豆浆组的 2.3 倍。2.3 倍。同样的食物，仅仅因为发酵程度不同，锌的吸收效率就差了这么多。这就是日本饮食的精妙之处，它不是某一个超级食物在单打独斗，而是整个饮食系统在协同作战，每一个环节都在为锌的吸收保驾护航。说到这里，我还想聊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角度，锌和大脑健康的关系。因为长寿不仅仅是活得久，更重要的是活得清醒。如果一个人活到90岁，但最后20年都在失智的迷雾中度过，那这种长寿有什么意义？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人口占比接近 30%。按照这个比例，失智症应该是重大的社会危机。事实上确实是，但如果你拿日本的年龄标准化失智发病率去跟饮食结构完全不同的国家比，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差异。锌在大脑中的浓度非常高，尤其集中在海马回。海马回是干什么的？记忆。它是你大脑中负责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核心区域，也是阿兹海默症最早被攻击的地方。在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沉积。这些蛋白质粘成团块，堵塞在神经元之间，阻断信号传递，最终杀死神经细胞。而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微妙的角色。适量的锌能够维持神经突触正常的信号传导，保护神经元不被氧化损伤。但严重缺锌时，大脑中的金属硫蛋白，一种依赖锌来发挥功能的蛋白质，无法正常运作，导致脑内的铜和铁离子失控，产生大量自由基，加速神经退化。2020年，澳洲墨尔本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指出，维持适当的锌铜比例可能是预防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关键因素。日本人的饮食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衡，海鲜中的锌搭配海藻中适量的微量元素，再加上味噌汤里的各种矿物质，构成了一个精密的微量元素平衡系统。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但你的大脑每天都在这个平衡中受益。最后，我想说一个更宏观的观点，我们总是喜欢寻找长寿的单一密码，好像找到了某一种神奇的食物，或者某一种革命性的补剂，就能逆转衰老、延年益寿。但现实远比这复杂。日本人的长寿，锌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真正起作用的是整个饮食文化背后的哲学。日本人讲究腹八分目，就是吃到8分饱就停筷子。这个习惯让他们的身体始终处于轻微的热量限制状态，而热量限制是目前唯一被大量动物实验证实的可以延长寿命的干预手段。日本人讲究1汁3菜，1碗汤，3道小菜配米饭，这保证了每餐的营养多样性和适度的分量控制。日本人讲究 Jun no aji， 就是吃当季的食物，这确保了食材的新鲜度和营养密度。所有这些饮食习惯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一个让锌、让 Omega-3、让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都能被最大效率吸收利用的系统。不是某一个超级食物拯救了日本人，而是整个饮食文明在数千年的演化中，无意间构建了一座精密的抗衰老堡垒。而锌就是这座堡垒的基石之一，没有它，免疫系统会崩塌，抗氧化防线会溃散，皮肤会加速老化，大脑会提前退化。它安静地隐藏在每一颗牡蛎的鲜美中，每一盒纳豆的黏丝中，每一只虾的弹牙中，每一粒芝麻的香气中，不声不响地守护着日本人的青春与健康。所以你不需要飞去东京，
不需要花大钱买什么日本进口保健品。从明天开始，每周吃2-3次牡蛎或者粒梨之类的贝类，早餐试试加一盒纳豆，做菜时多放点虾，饭后撒一勺磨碎的芝麻，就这么简单。坚持3个月，你会发现皮肤变好了，精神变好了，感冒少了，连睡眠都可能改善。因为锌不只是一个营养元素，它是你身体里300多个生化反应的催化剂，是你整个生命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油。60岁看起来像40岁，日本人告诉你，这不是天方夜谭，但前提是你得从今天就开始行动，因为衰老每一天都在发生，而你的餐桌就是你对抗衰老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战场。